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中国的丁克家庭现在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先来看一组非常令人震惊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2025年的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符合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户数已经超过了2180万户，比2020年增长了67%。这个数字很恐怖因为仅仅5年的时间就增长了67%。根据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报告这个狭义的丁克家庭数，就是仅指年轻人的丁克家庭，也超过了60万户。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这种趋势在逐年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在1、2线城市，这种增长速度更是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分布的数据，这个数据也挺令人震惊的。上海的丁克家族占比高达12.4%，深圳紧随其后占11.8%，北京大概是10%。这意味着在上海每8个家庭就有1个是丁克家庭。再来看看这个生育率的严峻现实，2023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连续2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是1左右，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居倒数第2。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下降趋势就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的6左右降到1990年的2左右，再降到2010年后的1.5左右，再到现在的1。家庭结构呢也在发生变化。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一代户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了15.33个百分点，达到了49.5%。这反映出中国的家庭模式正在从传统的4世同堂向独居或者夫妻2人转的模式来转变。这些数据背后反映的可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变化，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压力、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型。丁克现象的兴起既有合理性，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挑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3个真实的丁克家庭案例来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想法。这3组视频我特意没有选择小年轻的，因为年轻人嘛不太有说服力。很多人会觉得你们刚恋爱刚结婚还处在蜜月期，当然想去游山玩水了，这个时候说不要孩子那也不算话嘛，可能过几年就转变观点了。所以我特意都挑的是中年人。第一组呢是30多岁，第二组是40、50岁，第三组呢是60多岁已经算是中老年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组3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的说法。活了32年才明白，原来父母说的你们这辈子不生孩子一定会后悔是真的。我跟文总在一起8年，结婚4年，没有孩子的生活真的很无聊，除了在家养2只猫，也就只能靠环游世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了。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2胎3胎，我们却冷冷清清，也就只能到朋友那里获取一下安慰，短暂麻痹一下自己。没有孩子养老，我们只能不停地存钱交保险。一想到80岁会在养老院里被打得满地找牙，我就害怕。当下也就只能从食物里获取一些短暂的安全感。没有孩子维系的婚姻，我和老公也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只能在冷风里喝着苦苦的冰美式，再聊聊我们失败的人生，过着这种未来将会很凄惨的生活。这个第一组视频相信大家也感受出来了，我感觉这个女生是在正话反说。对，虽然她嘴上都说的是哎呀我后悔丁克，后悔没听父母的话早点要孩子，但是她视频流露出来的是吧，都是跟她老公到处吃喝，到处旅游，然后养小宠物，感觉是非常其乐融融的。虽然他们已经30多岁中年人了，但是呢生活感觉跟小年轻刚大学毕业的也没什么两样。就现在其实他们还算比较年轻，应该还处于一个丁克的一个新鲜期，就还没到中老年那种孤独寂寞沙洲冷的时期其实环游世界，你看有孩子也可以环游世界，只不过你可能不能1年到头的环游世界了，因为孩子要上学嘛。但是环游世界的时候，如果你要带着孩子，那种快乐确实是与众不同的。但实际上我想说这个女生的年龄点嘛，因为她已经30多岁了，所以时间上其实还是有点敏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男的和女的毕竟不一样，男的他没有这个生育年龄的焦虑，而对于女生来说呢，因为35岁，然后一过35靠近40了，可能就变成高龄产妇了。那个时候如果你改变主意想再要小孩，就会比较困难，或者说对身体或多或少有些伤害。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呢，这个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男的他一开始嘴上说哎呀我要丁克我要丁克，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可能20多岁或者30多岁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当爸爸的责任，或者说对还想玩，
然后或者说经济上他们觉得条件还不太成熟，不敢勇于去要一个小孩，为了小孩将来比方说这个养育孩子啊，他的学习教育问题去操心啊，很多男的一想到就头大，所以他们嘴上说的这个丁克呢，有一部分这个男性啊，我不是说所有的男性，但确实有很大一个这个比例，他是有一种逃避生活的感觉，怕麻烦是男人的共性。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男的，虽然他一开始说丁克，但是他到40岁，尤其50岁之后，他就会改变主意。那个时候，他如果又想要小孩了，男的是吧？没所谓，他可以再去找一个年轻的生孩子。那得是有条件的。对，有条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但你想，男的从20岁、30岁一直工作到40、50岁，怎么着也得攒一点原始资本积累，对吧？然后再去找个年轻的生孩子。可是女生呢？等你到40、50岁的时候，如果改变主意想再要孩子，那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尤其对于女生朋友来说，如果要丁克，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也要自己想，我是不是30多岁、40多岁，尤其是自己50、60、70、80的时候，我依然是非常坚定丁克，我依然是觉得没有孩子，我就喜欢没有孩子的生活。如果你深思熟虑之后，你确实是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社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在发展嘛，大家都尊重不同的观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其实是想要孩子，想要当妈妈的，只是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另一半，你的老公他说要丁克，那我觉得你就一定要仔细考虑了。我觉得吧，为了一个男人，你放弃了一个做妈妈的权利，一个做妈妈的机会，其实是很可惜的。尤其对于这个，你想今后如果等年老的时候，70、80岁，那你的孩子他其实已经成年了。那对于一个70、80岁的女性来说，很多时候你的孩子成年的子女其实比你的另一半要更加可靠，更加稳定。比方说等你生病的时候，也许孩子经济条件更好，或者说更孝顺，能够定期去看望你啊，帮你找好的医生啊。那老伴儿可能到那个时候反而不靠谱呢。所以我觉得对于女生朋友来说，一定要谨慎思考。如果你自己本来是想当妈妈的，想要孩子的，那千万不要在结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为了你的老公，仅仅因为他要丁克，他不要孩子，你就放弃了自己这辈子做妈妈的机会，那太可惜了。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坚决捍卫自己当妈妈的机会。你换一个男人，换一个想要孩子的，对不对？愿意当爸爸的，这样的男人世界上也多的是啊。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丁克选择女性，对于女性来说要格外谨慎，同时你不要信年轻的那个老公，而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我再说回那个环游世界这块就是说，如果要是天天环游世界你真的是最多5年你就肯定会比较不说厌倦，但也会比较疲惫了。你对任何的新奇景象可能也不会那么惊奇了，阈值就会很高。再美丽的景色，地球在你眼里都不过是嗖嗖而已了，因为你看的太多了。但是如果你带一个小东西跟你一起去环游世界，对他来说呢，任何东西其实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有趣的。他会带给你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当然了，你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感觉很烦，比如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他会各种捣乱让你烦躁，是吧？但是他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惊奇，会毫不掩饰的直接表达这种惊奇和惊喜，这种表达又没有任何的心机和表演的成分，这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价值。在这种情绪价值的加持之下，即便你环游世界20年，你都不会呈现出疲态。举个例子比如韩剧《浪漫满屋》，就是你会发现2个有钱的男主一开始喜欢的都是御姐风范的女二号，女二号就是阈值很高那种对各种什么事物都见惯不怪那种就是很高冷。但是最后这2个人都喜欢上了宋慧乔扮演的那种类似于灰姑娘角色的女孩，因为宋慧乔总是带给他们一种情绪价值就他们带宋慧乔去任何地方去吃饭玩哪怕是街边摊儿，这不起眼的街边摊，宋慧乔都会惊叹，大呼小叫说好好吃，说这个好好玩。这就让本来已经内心起不了什么波澜的2位男主都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那种快乐和情绪价值。跟宋慧乔在一起，他们就感觉永远都是开心快乐的，就会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另外他说那段说到晚年的时候在养老院，因为无儿无女可能会被护工打得满地找牙，这当然也是开玩笑但客观说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前2天蔡澜去世了，蔡澜也是无儿无女的丁克家庭。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就非常犀利
他说，蔡澜在去世前的几年变卖家产，住进豪华酒店，美食好酒，他不觉得是出于潇洒，而是一种出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绝望。估计蔡澜他也不想把这些钱财留遗嘱留给其他人就想最好自己都能花掉，所以他后面花钱非常猛，他一天能雇8个人为他服务，要住最好的5星级酒店要住那种套房。其实仔细想想，这也对对于时间长河和地球来说，金钱它就是人类发明的一串数字。这串数字现在能够体验到各种各样美好的生活，那就要物尽其用让人生在世的任何一天都得到最好的体验，最美好的体验。但如果蔡澜他有儿女子孙的话，他大概率就不会这么花钱了，肯定是要留给他们相当大的财富。我们接下来看第2段视频，这段视频的博主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很明显就是他们因为是不想承担过多的压力和责任。哎哥，问你个问题你和嫂子到底为啥不要孩子呀？为啥不要孩子，媳妇儿？不愿意。我就是从小呢不太喜欢孩子，因为我有弟弟妹妹嘛。像我们70后，像我这样的也属于散养。我弟弟我妹妹在上学期间，我得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我妹其实也是个惹事精，上面2哥哥，我就觉得挺操心的。那会儿我就体验到了当家长的烦恼，就是你得保护他。其实我小时候又瘦又小，我这个保护他们吧也得动脑子。那会儿就觉得，哎呦，长大要个孩子可真累心。在一个本质上，我还是挺自私的，就想活出自我来。我觉得我来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享受生活，我不想那个整天为孩子烦恼，因为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再为孩子，你生个孩子肯定能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同时呢，你也会感受到孩子给你带来的压力，对吧？跟孩子置气、打游戏、不学习，甚至于到以后结婚生子、找工作。我虽然没生孩子，跟他我天天置气，就是没孩子不影响生气。在你们那个年代，你怎么让父母同意不生孩子呢？其实北京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大都市，北京的这些父母还比较开明的，不像你们那个地方。你说你要是不要个孩子，容易被人家指指点点的，或者容易被人家在老家里边说闲话。说实在的，我7岁我就住楼房了，在楼房里边关起房门，谁跟谁也用不着说话。这个邻里关系呢，就是你下楼打声招呼，不像说你住在小时候住那种大杂院里边，那个如果你要不要孩子的话，进出这个大杂院那你就难受了。但是像住这种楼房一关门谁也不认识谁。然后我爸我妈呢，他们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我是老大，底下一弟弟妹妹，本身就有3个子女。说实在的，养孩子都已经够不够了，你要给他们机会，没准下辈子他们也不要孩子，是不是？当然了，这个我并不推崇这不要孩子，但是呢，个人选择也得尊重。要孩子能享受到孩子的天伦之乐，那不要孩子呢，也能享受到当下的自由和快乐。肯定老了以后有可能会受，这个问题呢，只能到时候再说。这叫什么？虽然鼓励多生，可是像生我这样的就别生了。你们当时不要孩子的时候，怎么面对一些争议？我觉得在北京，在我们周边没什么争议，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在我们周边很正常。因为我不要孩子，更多的想，就你不乱生孩子，也可以说吧，也是一种教养。我觉得我的性格不是那么好，不是不那么好，是特别不好。所以呢，我呢就觉得我这种基因，我这种性格吧，也甭传承下去了，因为我自己都改过我觉得对孩子教养，教在前面，养在后边。你连自己都没教好，你生出一堆孩子来，你也不去教他，光去养，不负责任，真的也是一种不负责任。你又想让孩子有出息，又想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又想让孩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性格，挺难的。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选择了还是咱先别要孩子。那你们结婚这么多年，维系感情的方法是什么？像我们俩之间呢，因为我都比较心直口快，有什么事儿呢，我们都摆在桌面上。我媳妇儿呢，句名言，在她的生活中呢，只有丧偶，没有离异。再一个呢，我们俩基本上产生不了冷战，因为我媳妇儿特别不冷战。我们俩一吵了架之后，我媳妇儿不让我出门，宾馆5次揍一顿。对，她在门口堵着，就是今天你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了，要不然谁给谁道个歉才能算为止。她就不允许你家里产生冷战，实在不行一顿武力，是吧？那你们对现在的现状满意吗？我挺满意的呀，因为我能活出我自我来啊！我想旅游我就旅游去，我兜里还有点闲钱，我那个没有任何的房贷车贷，在北京有房子，我呢下不用养小的，上面呢老的目前也不用我管，他们都有退休金，身体呢还算是硬了。现在我们又不上班，又把那个工作给辞去了，基本上全国各地想去哪儿玩，咱们抬腿就走。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我这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只愿意跟北京待着，只愿意跟家里待着，她就不愿意跟着你全国各地跑。我为了她能跟着我跑，换了一塞纳，空间大一点，可是她还是不行。我跟她说不让她学开车，你看她今年她45岁了，不会开车，因为她1000度近视，我不放心。没有1000度近视，我怎么能找着她呢？本来咱能活90，他一开车50。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奋斗之心。我那个从小就想着省着，窟窿等着，花着，无色送着。那你们挣这么多钱干啥？这么多套房子？我们没有这么多套房子啊！我们现在北京呢有1套房，廊坊呢还有2套，昆明有1套啊，就这几套房子。烦死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俩以后养老生活的一个保障，因为毕竟我没孩子嘛，手里边握点钱呢，心里边还有点安全感。你养老总需要用钱的。像我们这样的说，头几十年确实自由，确实潇洒，确实呢过得挺开心的。到老的时候呢，必然要受一些苦，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老天都给安排好了。但是你现在闹得欢，将来你要刷清单。你们打算怎么养老？哎呀，养老啊，以前呀想的简单，说老了去个养老院，但是后来呢，这一想呢，这养老院啊，你也需要。
需要有人，就是你家里边也需要有子女多一些，或者说有孙子辈的是吧？能经常看你去。那人家呢，这个养老院呢就是这样，看你家里边有人老去看你去，包括护工也好，包括工作人员也好，包括服务人员也好，对你就好一些。他觉得你毕竟你外边有人嘛，如果要对你不好的话，你会不会去闹？会不会去告？那像我们这样呢，就有一个小问题，因为你不能指着家里边亲戚，指望别人是指望不上，只能是尽量把自己身体锻炼的好一点，靠自己养老。那到最后，如果说没办法了，没人管你了，那也是天意，顺其自然。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祝福那些有孩子的人，但是呢，我同时也希望那些有孩子的人呢，不要老去用这些异样的眼光去评价这些选择了丁克生活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什么不孝有三呀，无后为大呀，不在一个认知上。往大了扯，这地球也好，太阳系也好，银河系也好，宇宙也好。妈呀，停吧你，还太阳系银河系了？哎呦，你一会儿扯到宇宙外头去了。不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认知上，啊、是吧？因为你人呀，说实在的，银河系了，妈呀，真行。最后一句再送我们粉丝一句话吧：好好爱自己，还是注重健康，多爱惜自己。希望咱们朋友们啊，还是得多生，但是呢，也尊重咱们每个人的个人的选择。可能我们不要孩子成为丁克，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没有我们的错误，我们显示出朋友们你们的正确。如果它是个错误呢，那就让这个错误延续下在我这儿。因为我已经51岁了，但是我还是祝福咱们所有的朋友们，也祝福你们的孩子都能成才，也祝福你们子孙多多，好吗？那不想承担过多的压力和责任有这么3类啊。第一类啊，就是看透了，就是你从宇宙的观点来看，就视频中这种老哥他后来也讲嘛，就从太阳系、银河系的角度看，人类太渺小了，人生又太短暂，人呢作为碳基生物，最后都化为分子，那这种压力和责任，就为了孩子，那好像确实也没啥意义，还不如自己增加更多的体验，人生过得更轻松一点。第二种就是承担不了孩子带来的压力和责任，这人和人可真是不一样，有的人啊，就算他长大了，但实际上心里还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能过得无忧无虑，这也无可厚非啊，因为每个人状态都是不一样的，越文明这个社会啊，这差异性就是越大。还有第3种人，就是太有责任心，觉得自己可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他觉得如果养不好一个孩子，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和对他未来的托举，那么孩子的人生也许未必幸福。所以有人想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放过了自己。你说的这3点啊，其实我觉得1和3或多或少其实都是有一种逃避责任找的借口吧。不管你是说看透了宇宙，还是你觉得你自己太有责任心，有责任到以至于你无法当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比例其实还是第2种人，就觉得自己还不够成熟，不敢去承担这样的角色吧。尤其想到这个养育孩子特别的烦躁啊，过程的复杂呀，然后又再加上比方说是在一些房价特别高的城市，生活压力大，然后工作呢可能又不是很顺心，遇上裁员啊，那就更不敢要孩子了嘛。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说第2种比例会比较多吧。对啊，谁还自己不还是个孩子呢？不过他后面说那个护工对待养老院的这个老人的态度确实也是很现实，前面也讲过了，就是如果家里有人的话，那总会去看一看，那护工总会有所忌惮，平时无论是态度还是照顾的细节，都会比没人看的这种丁克老人要上心的多哈。但是我觉得现在新的契机出现了，就是未来养老院肯定会有大量的机器人，机器人它不会看人下菜碟啊，这就是科技带给人们养老的又一大福音吧。我刚才还想说呢，特斯拉不是最近研发机器人吗？快点量产吧。所以丁克家族未来也不用太担心，甚至在机器人的照料之下，在家养老的可能性都是越来越高了。由此可见，最重要的就是攒够了钱，将来买最高端的机器人，这是丁克家族应该未来做的最好的一个规划。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这是最早的丁克一族，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我们是最早的丁克吧，反正活得也比较的自由自在，职业生涯比较的坎坷哈。以前做记者，然后比较忙，后来又到福建企业在安踏做职业经理人。我是北京人，但是经常的南北跑的这样的人。遭遇过各种反对，甚至还有人说从外边给我抱一些孩子。后来我和我先生都是因为做职业记者呀，然后做职业经理人，然后他又是自由职业者，做作家，所以我们相对独立，就是有一种独立的心灵和个性吧。所以在这个层面呢，就是也没有太受一些传统的东西的约束。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传统儿女绕膝啊，这种状态也是非常美好的，就是还是多元化，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尊重我们的选择。冬天在厦门，夏天就在北京。然后比较喜欢旅游，自驾游，我和我先生经常自驾游。然后除此之外，
年轻时候做事情特别多哈，飞来飞去做的太多，所以在学钢琴，晚上我们这边跳广场舞的也特别多啊，跳的还都特别热情奔放的，我比较喜欢。然后学学音乐，跳跳舞，旅旅游，写写字，也就做点这个事情。哎，这位60后的丁克职业经理人，一看就是谈吐和气质啊，非常优雅，非常舒服，是吧？我看这样的人，他肯定对人生也是看得非常透的。但是我感觉他可能就是一开始他并不是想丁克，他可能是真的被工作和时间蹉跎了。一开始丁克不是他的意愿。你看他说他做记者的嘛，两个人又都是做记者的，到处跑，比较忙。那如果怀孕生子，就面临着职业生涯的一个暂停。比如柴静吧，她也是从央视离开了央视之后才生的孩子。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呢，也当过这个央视的女制片人也是在离开央视之后才生的孩子。就处于这种行业金字塔顶尖的一些工作，就让人很难去放弃，非常容易蹉跎岁月。过于奔波忙碌的生活对于女性来说这个生育方面确实不太友好。在这方面，其实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保护。另外，我觉得这位女士和她的先生也因为他们工作比较相对独立，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比如她先生是作家，所以她的同事关系就简单的多，所以选择丁克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来自于周围同事关系的压力，是吧？那作为独立的作者和记者，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空间和能力，那也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们能把丁克这种当年在社会非常少的现象，最后他们成为他们那种选择，能够执行下去。另外，你发现没有，就丁克家族其实他们都会很尊重别人的想法。就比如有很多人就认为嘛，就生孩子很美好，儿孙绕膝是很美好的。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这些丁克家族人都会很包容他们也都认同。这就是丁克家族的一个普遍特点。就第一，他们想得通透；第二，他们包容性很强。可能也就是因为他们在丁克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总是有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一些压力和不理解，所以就更容易让他们去换位思考一些问题。他们也就思考问题的时候会更通透、更包容。这也许就是丁克带给他们的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力吧。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毕竟嘛，儿孙满堂，子孙环绕，是一个社会普通大众都认为的一个比较幸福的晚年生活。所以说丁克一族呢，他也没有必要跳出来去反对这一点尤其是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游山玩水确实挺快乐的。然后包括像刚才的这位职业经理人嘛，60多岁，其实60多岁呢也算是正当年，并不能说就算晚年。你看，比方我爸现在60多岁还到处旅游，我都很羡慕他呀，就没停。前段时间去新疆了，然后过一段跟我说，最近我跟他视频，他又去新疆了。我说你不是前段时间刚去吗？我爸说上次我去的是南疆，这次我去北疆。我就觉得这老爷子挺悠哉呀，生活。60多岁的时候，他们的腿脚还正好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还觉得比较云淡风轻吧。如果等到80、90岁的时候，如果真的到晚年身体不太好，需要住院想要子孙在旁边陪伴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感触又是另外一番。所以其实我也能感觉出来，刚才的这位女性她其实内心可能早年还是有点想要孩子的吧，我不能100%的这么肯定但是我感觉他的言语中，他对那种儿孙满堂的这种晚年生活，并不是说他的包容理解，而是他确实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总之丁克是一种个人选择，应该得到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不同，有的人就选择把精力投入到事业、兴趣或者其他的追求之上，这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关于生育呢，我们也要说这是另一种精彩的体验。选择生育的家庭也有独特的精彩。养育孩子虽然很累，但是那种看着小生命成长的快乐、家庭的热闹和温馨，也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体验。这是一种累并快乐的人生状态。说到底，人与人不同，人生就是应该有不同的体验。有的人天生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和压力，就想轻轻松松好好过一辈子，没问题，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玩够体验够，没有太多的牵挂。如果内心充盈，即便晚年可能孤单一些，但也不会太寂寞。有些人就喜欢体验养孩子这种快乐和有趣，享受家庭的热闹，他们愿意为下一代付出，在养育过程中呢，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满足。丁克现象当然背后也反映出相应的社会状态，就包括房价的高企、教育成本的攀升、职场竞争激烈、职场对育龄女性不友好等等。不过最终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不存在标准答案。
选择丁克的人可能用这一生去追求其他形式的成就和快乐，选择生育的人在养育中体验另一种人生的丰富，各有各的精彩，这就是人生的美好所在。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打开小铃铛。下期再见。下期再见。